好，这一期焦点我们要带大家来关注中国这最新一代的舰载战机歼35的最新动态了。因为从画面上你也看到，这架战机呢刚在福建舰完成了弹射起飞和拦阻着舰，而且在隐身的性能上，这一回大家有非常多的讨论。因为呢说这个雷达反射面积据传只有成人手掌大小。还搭配了中国独有的超材料技术，所以在雷达上几乎是无影的。厉将军，因为过去大家都说这个 F-35是老鹰嘛，那现在歼35是不是麻雀呢？那这个是立刻就高下立判了吗？我先说明一下这个战机它的隐身性在空战的时候有多重要我们以这个歼35这个 PD-15导弹来看的话。PD-15导弹它的有效射程是200公里这是在印巴武器空战的时候已经证实了，它确实可以在200公里击落敌机。那试问一下，如果说歼35在遭遇敌机的距离是超过200公里以外来讲的话，它已经发射完导弹，那对方的敌机这时候因为它具备隐身性，它现在大小在这个如果说200公里之外的话。它可能这个你看到它是根本就看不到的，它如手掌大小，大概要到60公里这种距离才在雷达显示幕上面才看得到，它像是一只鸽子大小。问题是说它不会跟你飞到这么近它在200公里之外，它已经发射完导弹，已经射后以后不理就回头掉头走了。所以说这隐身性对未来的空战确实有它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在里面。是，那想请教杨老师，因为中国航母电磁弹射测试成功的话，将来可以搭载更多的歼35嘛，还有无人机。那对于区域战略还有国际间的军事平衡，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现在它已经进入到3航母时代，我们预计大概在10月，至少今年年底以前，福建舰会成军。那应该也会同时的宣布004甚至005的计划。那如果走向就是核子动力，那我觉得004、005将来的进一步的推展，使得整个西太平洋其实在航空母舰的数量上就会跟美国匹对，因为美国不太可能把它的航空母舰都开到这个区域来，通常它会有一半要去维修，另外一半要全球的部署。所以我们看到过去最多也就是2艘航空母舰，而且中间可能都是另外一艘前往另外一个区域。这个时候你在这边你加上这些弹射的能力以及 F-35，还有就是特别有一个就是雷达的问题解放军的有源相控阵雷达其实都已经用到在材料上面了，它用到了就是叫做碳化镓的这个雷达，它的功率也就做的那个芯片，它的功率其实放大功率是比较大的。然后呢，侦测的范围准度都比较准。美国到现在还是用砷化镓的这样一个雷达。因此，它需要3到5年才能够去替换这些东西。因此，我们就看到在对战期间其实美国不管是在雷达，在整个区域的军事平衡上，我讲的区域是西太平洋，其实可能都会落后中国大陆的。是，谢谢杨老师。好，那说回来，大家最关注的就是这个雷达反射面积比手掌还小。将军，您的专业来帮我们分析一下，那它在实战中的优势到底是什么呢？我认为实战优势，它被人家发现的时间就晚了。那别人的应变就慢了，那变成他发现别人的快，别人发现他慢，那原则上目标获得的快为胜优势，因为别人还没看到我的时候，我先看到他了，我先看到他，我先展开我们讲的发射飞弹或者其他的这个战术动作之前，我先做，就是所讲到的先下手为强，是这个样子。那现在另外一个就是应变时间，因为空战呢来得非常快，它是以秒以分来看。那以秒以分来看的话，因为我逆中效果好，那我逆中效果好的话，我到最后面已经到逼近你的时候，你才发现到我，这个时候我已经做完我的这些攻击上的动作，那这样的话我占优势，而且这个还强调这是单打独斗的形态那现在作战是采取是系统化作战、网状化作战的形态，大家是一个组合的训练，由空中预警机在做空中管制，然后经过链路，那个飞机到最后变成只是一个载台。它这个载台发射飞弹之后呢，接受这个空中预警机的这个指挥去打那一架飞机，它就锁定，你就只打这一架，这另外一个发射个飞弹，你打另外一架，这变成一个，它这个是个载台，空中预警机是空中指挥机，那飞弹是攻击的这些武器都不一样，所以现在跟以前那种单打独斗，大家在那边做空战的狗咬狗的模式，这个已经不符合现在这个空战的一种场景了，而且何况还有空对海的打击，空对地的打击。那逆中战机的话，在这方面渗透攻击，
因为什么？它逆中啊，渗透攻击能够达到效果。它这个双面提花啊，它这个产生的这些雷达的反射，把它反射掉，把它吸收掉，并且吸收掉的它的这个涂层呢，而且用的久。你原来的原始的那种涂层的逆中涂层呢，用的我们知道用的一下，你要知道进入云里面就把你吸收掉，因为速度很快，经过空气的摩擦消失了。但是这个双面提花，它这一方面就跟好像类似进入我们的隔音间。我们隔音间之后，为什么我们在这个录影棚没有回音呢？因为声音把你吸收掉了，那就是这个效果。那为什么这个逆中战机它除了角度之外，双面提花为什么没有雷达反射了？它把雷达波给消失掉了，吃掉了，根本没办法反射，所以它的效果有时候到达80%到90%的逆中效果，让你根本没办法发现，而且用的又久。不会受那个云层还有雨啊那个水啊把你洗掉，因为速度很快啊。你看啊，速度很快，经过云跟雨啊一洗掉，你又有了。但双面提花它不会，它的涂层会用的比较久，所以在作战效益上，在成本上面来看，它是占了一些便宜。是好，刚刚将军提到这个双面提花结构，它是科学家从3000年前的这个丝绸之法当中的灵感。然后大家都说它的涂层真的很耐操，那真的这么神吗？因为有人形容说它隐身效果可以碾压这个 F-22。那这个 F-22是美国空军所使用的。那现在经过双面提花，最重要的这个角度 ，F-22也是角度，再加上涂层，所以你注意看呢，它那个角度都是怪形怪状，没有很流体力学。那为什么？因为就是为了逆中，加上涂层，但是经过双面提花，你要注意到它的表面你这样看不出来，你静静的看，因为雷达波它那个我们知道这个都普勒雷达的波，那个不是那个我们知道都是拿毫米微米在那边看的那种，几兆微米这么看的，所以它上面表面啊粗糙你还看不出来，你以为它飞机的表面是一体成型，其实双面提花你要拿着放大镜去看，里面原来上有些粗糙的东西的，那这粗糙的东西就是把这个雷达的反射波给散射掉跟吸收掉，是这个样子。那将来的话，这种打仗啊，这种尤其在空战啊，那就是让雷达看不到，因为雷达就是眼睛，让眼睛看不到，那对方就发现不了目标，就没有办法产生攻击。所以要知道这个逆中的战机以后，为什么讲第5代一定要逆中？如果你没有逆中，那就是第4代了嘛。第5代以上一定要逆中啊。所以看现在的这些飞机的设计，跟以前的那种传统的流线型截然不同。是，最后要来看到这个军事焦点是包括呢，福建舰已经试射了这个歼15T、歼35，还有空警600。那076型的四川舰的电磁弹射也快要进行海试了。想请教将军，四川舰可以弹射歼35加无人机的话，这会怎么样改变解放军那未来在海上的这个作战方式？我认为最重要是个多元化的运用，因为你看多，我这个飞机啊。我这个航空母舰呢，可以用弹射很多种飞机，包含空警600、歼15T 或歼35，或者是无人机，我很多。我针对我的任务的性质，我来配比。我这一趟任务，我要歼35要多一点，因为要逆中。我这一趟任务的话是对海打击，我可能要歼15T，因为它载弹量大，它可以。我这一个东西问题是它需要长留空、长航程，那我派无人机，而且风险很高，那我派无人机吧。针对你的任务来搭配，这个配比是多少？这个占30%，这个占60%，这个占10%，还是这个占50%，这个占20%，这个占20%？按照你任务来配比，就很有弹性。如果没有，你大概就只能弹射这种飞机。你任何任务，对空任务也是它，对海任务也是它，晚上夜间打击也是它，你就是没有这方面的弹性的调整。那弹性调整的话，你所能够发挥的作战效益就相对压缩、相对受限。可不可以达成？可以，但是问题是。你要派更多的兵力，因为你没有弹性了。那你可以针对任务弹性，你今天出的是什么任务，派什么的多。我今天出的任务是风险很高，我上面无人机就要多。那无人机多，因为我风险大嘛，我要为了保持我的安全嘛。那今天的任务是完全制空，降空有空优。那我的这些派这些我们讲的歼15T 或歼35比较多一点，因为这个完全空通通掌握，这个海上跟空中的都已经扩群空域了。这个可以派这些战机进行这些打击的任务，或战场主角，或者是密接支援作战，都可以这是看任务特性。所以我们讲的筹码多了，弹性多了，你在用兵这一方面呢，就可以有更高的成功公算。是，谢谢3位专家，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内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
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